习近平怎么说解放军的呢？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叫做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所以这一次突然间的正义使命的2025，它是突然间发布出来的。那突然间发布出来之后，现在各位这很多事情可是环环相扣。20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2026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那为什么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呢？因为他们这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巨人已经开始出来了，这个巨人叫做解放军。正义使命2025这一场军演，全台大包围，中国大陆在这时候秀出了军事武器秀肌肉，另外一头中俄则是联手挑战美日拒止战略。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场，在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式宣布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是在做全台的包围。他是在演习吗？还是回应因为美国在同一时间释出的最新的美国国防部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解放军现在手中拥有的武器包括了核弹，接下来可能会破1000枚，东风3E飞弹也会部署，加上9个航母在做扩编。第二件事情，这一场军演大家也在看说解放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秀他的军事肌肉，这个当中我们今天会关心的是多款的飞机，还有多款的飞弹、航母，哪一个才是最可怕的武器？哪一个才是解放军的杀手锏？整套的体系又代表着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现在控制台海，俄罗斯的方面则是从这个北方4岛来做压制。那么美日现在它的拒止战略还能挡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来自于今天的最新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它的发言人正式的宣布了启动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演训的范围包括了全台的各个范围，像是台海、北部、西南、东南、东部等等。那么演训的内容，它这边当中提到了，包括了海空的战备警巡、夺取综合治权、要港要域封控，还有诸多种的联合突袭等等。这是同一时间，是巧合吗？因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发布了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提到了说有关于大陆的核弹数量，他说在2030年将会正式的超过1000枚，包括现在他们也提到了蒙古的边境发射警群可能部署超过了100枚的东风3E洲际弹道飞弹，直指美国本土。那么中方还计划再建造6艘的航母，也就是说到2035年总数量将可以达到9艘。这是美国的军力报告当中，他们也特别提到，担心在空中解放军的战力也在持续的扩张当中，不管是这些隐身战机，或者是陆基5代战机，或者是舰载电载机等等，加上改装运的这个20B 的反隐身预警机，都是美方所担忧的。大陆同时间也在这边公布了它的新一代的歼20A 隐形的战机，疑似挂载4具大型的副油箱。好，这个是有关于空中战力的部分。报告也直指了中国对台接下来会有4种的作战的策略选项，包括第一个是不开战，直接做胁迫；第二个是火力打击，还有第3个海空封锁，跟最严重可能会到登陆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大陆的军演，这一场叫做正义使命2025，到底是针对台湾，还是针对美方做的这个评估报告来做一个公开的回应？解放军跟习近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号？刚刚提到了多种武器，不管是歼20航母、1000颗核弹、东风系列飞弹，哪一个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真正的杀手锏？委员怎么看？我们看这个问题，我来做个比喻哈，就像鸡蛋，台湾就是蛋黄区，日本、美国是蛋白区，这个就是解放军在演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为什么台湾是蛋黄区呢？因为所有问题因为台湾而引起的，不管是台湾自己要引起，或者是外界环境所造成要引起的，台湾都是蛋黄。蛋白呢，就是日本以及会来跟日本协同作战的美军，或者是日军跟美军协同作战。不管如何，大概就是美军跟日军大概只能到蛋白区，蛋白区范围很广，一直到关岛都有可能。那我们就问了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演习？这个演习当然比上一次利剑演习强度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个演习呢，也是直奔这个裴洛西。那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有没有飞弹飞越台湾，像上一次一样，
会不会有更密切的火力，那么经过台湾，还是只是在外围24海里外有所动作？这一点明天就知道。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解放军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做什么？因为他刚好就在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昨天结束，所以他今天早上7点半宣布演习，把演习的规划海空域要怎么管控，做了一个对外的宣布，所以飞机以及船舰不可以进入这相当的一个区域，那有一个区域可能要做火力演习，所以统统要避开。那我们问的问题，他在表达什么讯息？第一个，我个人判断他应该在表达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军售111亿美元在表达抗议，在表达不满。那第二个应该是在对于这个高市早苗以台湾为有事的理由，要准备出兵来介入台海战争，所以他特别在台湾北部进行这个武力的演训，这一点就是在隔离开宫古群岛以及台湾岛本身未来日军想介入的一个空间，所以很明确的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日本知道说你要介入就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尽管解放军有这些动作，那真正的杀手锏是在于说，北京是不是有拿定了政治的决心，要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解放军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演训，演训完毕就回家吃晚饭。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的军演，包括针对了美国、针对了日本、针对了台湾做了一个警告，包括多个有关于军售上面的一个警告。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小舰长怎么看？刚刚也提到了特别多款的武器，不管歼20航母、千颗核弹、东风系列，哪一个是接下来需要做担心的部分？每一个都是，而且当他们形成了体系化的时候，这个才是最难防御的部分。我们从印巴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只要形成体系化，那可以长短互相弥补的话，那其实不用最先进的装备也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东部战区所公布的这些讯息的话，其实这是今天早上7点半他最早公布的是相关的一个作战区域，8点钟他公布了说，他要进行这个快速机动立体布式以及体系风控。我刚刚一开始点出来的就是体系风控的部分，然后他在11点20的时候，他又再做一次新的，也就是检验了一体协同、夺取治权能力。那这一个为什么？我们来看对比上一次它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海峡雷霆的部分的时候，它只发一次。为什么这一次2次发的这么琐碎？其实我个人的研判，这个就是人启动，也就是临时中央军委一下命令，他就必须做到，所以他只能够依据现有的状况来进行发布那到底人启动的部分呢？我们以前也就多次提到，其实它也就是类似像第2次世界大战的闪击战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会有集结，会有征后，那其实这一次几乎看不到征后的部分。那如果讲到体系化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出动体系化？如果我们看今天早上相关的Flight Radar 24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来讲，已经出现了2架无人机在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位置。那另外还出现了运8反潜机，也是在这个高屏峡谷这个位置。这个高屏峡谷指的不是陆地上的，是海面下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再向西延伸的话，就是我们海军的反潜第6区。那为什么他们立刻就位呢？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他们在演练，如果台湾的潜舰如果出动的话，他们是不是能够立刻的封控？那我们现在大家讲到的都是这些歼20东风31或者是无人机的部分，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国总统他每一次在做海外的一个兵力展示的时候，他一定想到的是航空母舰。
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来看看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哪里。我们如果看到1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艘黄色的就是辽宁舰的部分，然后12月21号我们已经看到2艘，这个是青岛的海军基地啊。那我们看到白色的这一艘，其实也就是后来从三亚北上的这一个福建舰，可是现在只剩福建舰了，辽宁舰去哪了？辽宁舰已经出发了，那它去的位置其实我们还不能确定哦。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郑源老师的说法的话，其实这一次应该会有实弹射击。为什么会有实弹射击呢？因为只有在2022年那一次环岛军演的时候，他将所有的这一个区域都提供了经纬度。那其实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也提供了经纬度。但是我们看之前的联合利剑，那个对我们来看它的公开资料的话，其实都没有经纬度的。那这一次有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目的可能有很多想法是说可能会打导弹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从2019年到今年的93阅兵，解放军在做的是什么？解放军其实主要的就是拉出它的PCH-191的这个远程箱式火箭弹。那这个火箭弹我们来看，这个前一次的这一个中国军力报告，它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说，2022年8月的那一次，其实远香火就有进行试射，而且远香火正好它的范围最远可以达到480公里，可以打到石垣岛的这个位置。这一份报告是出自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不是一般坊间大家的捕风捉影。那如果说现在在东南有这么样一个区域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飞越？那可能对于台湾人心造成的震慑，是会更大的哦。另外，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PCH-191那个远香火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解放军还有 PHL-03这一颗飞弹，其实可以对应台湾的西岸，因为它的最远的距离可以到达150公里哦。那但是它不会攻击陆地，它最主要的也就是攻击海上的目标哦，那个就是超演区的部分了。那我们现在讲这样，其实也就是上一次今年在做这个海峡雷霆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模拟高雄永安的主气槽了。那这一次他们要飞越那么中央山脉，但是问题在于那国防部会不会公布？而且因为火箭弹它的远地点比较低，所以那个有关于日本防卫省，它未必可以侦测得到。那如果日本不公布，那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也不公布，那解放军本身他每一次都没公布，那他可能有试射，我们都不知道。好，谢谢小舰长。我们刚刚是针对这场军演，特别就它的军事武器的细节、军力战力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那其实这个战线我们现在也扩大来看，因为现在也在看说，不只是台海这边看起来危机之外，其实把中俄的角色也加进来，能不能包括了针对于美日可以做到一个区域拒止？今天也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因为俄罗斯也最新宣布了，从明年的元旦开始呢，会在北方四岛周边军演，而且时间会长达2个月。当然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日本是立刻强烈的抗议跳脚。那这4座岛屿，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上，包括了有国后、色丹、石舞跟泽捉这几个地方，日本把它视为是北海道外围的领土，但是俄罗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说自2战结束前是立刻他们就派兵占领，所以这个是他们千叶群岛的一个部分。俄国外长在此刻拉夫罗夫也特别跳出来说，如果台海升温，莫斯科绝对站在北京这一方，一边是中俄，一边是美日区域拒止，还管用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哦，其实，在演习当中，校正一直是一个艺术。为什么校正是一个艺术呢？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后顺序来看一下哈。昨天蒋万安才当天来回做了所谓的双城论坛，那今天早上
7点钟的时候，大家开始接到消息了。接到消息完之后还没有太明确，10点钟那个消息就非常的明确了哈。解放军现在已经说了，针对台湾的东西南北，总共会有所谓的5大实弹区。那这个5大实弹区呢，这次特别标线的叫无限高，同时他也把区域方块全部画出来哦，就说在特定的时间点呢，有限航有7个空域。会有7个空域，这7个空域呢，所有的飞机是不能够进来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进行演习，所以第一个国际的一个道义，它有去履行到哦。但这时候我们要回头去谈另外一件事情，习近平怎么说解放军的呢？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叫做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所以这一次突然间的正义使命的2025，就如同刚才舰长所说的，它是突然间发布出来的。那突然间发布出来之后，现在各位这很多事情可是环环相扣。为什么是环环相扣呢？第一个。20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2026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那为什么要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呢？因为他们这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巨人已经开始出来了，这个巨人叫做解放军。解放军目前不管是造机能力、造舰能力、无人机的一个能力，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他们怎么做？因为他们那个很多的工厂，其实国外有去破解哦。他们看完就是说，天哪，你们那时候让他去做手机真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过去就从商用开始，很多部分开始去转军用了。那这次呢，到底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所谓的一个威慑？我们要持续再来说。但最近其实两岸是不平安的。为什么两岸是不平安的呢？有很多的一个议题，这个我们也不再跟各位谈了，因为这当中谈过太多了。但现在重点是什么呢？现在重点很简单，现在重点就是一方我就是要一直增加我的武力，一直增加我的战舰，一直增加我的军备，我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对美国来说呢？美国它现在就是我无论从美国阿拉斯加延伸下来到日本、到韩国、到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我要把这条线给堵起来。那为什么堵起来呢？因为关键中的关键是，如果解放军的海军，今天不管是它的航母，不管是它的动武武，不管是它的潜水艇，越过了第一岛链完之后，各位没完没了了。各位晓得太平洋有多大吗？太平洋比7大洲全部塞进去都还要更大，所以过了太平洋之后进入深水区，各位完全找不到。可是完全找不到之后，开始往前走，走完之后，美国不管是东半部，甚至于连中部都会遭受到威胁，这个是美国过去没有遭受到的威慑。再来谈另外一件事情，2025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中国解放军无论怎么发射飞弹，洲际弹道飞弹怎么射，往内陆射，往蒙古射，往青海射，往新疆射。这是第一次，他们发射了东风31之后，从海南沿路飞到了关岛之后，往北飞到后面，各位飞到哪边呢？他特别有通知美国，所以这件事情美国说我是知道的。他飞到了菲律宾的东方，他一趟路下来，从上往上折，是折到夏威夷的东方，它代表我能够飞11000公里。所以现在大家正在对话当中，还好目前是校正，还好目前这个是演习。可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如果说有一天，各位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成真的时候，全世界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察。那当然，现在解放军需要一场演习。为什么需要一场演习呢？因为最近包括了日本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包括了台湾的军售，很多事情他要做出回复。可是演习是对中国军方的一个交代，还是说后面有后续的一个发展？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来说。但中国的造船、制舰、制飞弹的能力真的是实在强。日本不演了吗？就是要永和。现在美国是不是要放生日本了？俄朝这个时候也痛批日本，北京则是怒斥他军国走邪路去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个，首相的官邸体系内部啊，日本竟然是抛出了说，日本应该要永和。大家在看说，你这个是不小心的失言呢，还是你在刻意趁这个时候试试水温来测一下核红线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持续看到是日本一方面高喊说非核3原则，但另外一方面仍然是不愿意撤回高市的言论，并且他持续的对外松绑武器的出口，包括针对乌克兰，他提出要持续的松绑武器。所以现在有在看说日本现在是不是要走上这样的路线，也就是说先军售再军事，最后核武的一个危险的军事布局呢？好，第二点，这是
是我们要来做回答的。第三个是到现在美国都没有出面力挺日本，国务卿甚至公开承认中国是强大的国家，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有更多的合作。难道这个时候美国是要放生日本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这一句话非常的严重，因为它是来自于日本首相官邸体系内部的一名匿名官员，他直接这样说，他说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武，这话一出不得了了，引发了国际很激烈的反应。尤其现在目前在世界上，日本是唯一被原子弹炸过，而且它长期都是高举无核三原则，甚至扮演反核这种道德高标准的国家，如今怎么会是官方层级开始侧风向？大胆的谈了永和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刚刚提到的国际社会其实有高度的谴责，包括了哪一些国家？首先3个，我们来看到北韩，他说怒斥啊，这是战犯国核野心的一个复活。再来看俄罗斯，同样是公开反对的。最后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啊，更是直接说了，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复活的军国主义，加强再军事化，并且他持续的警告。根本就是重走过去的军国主义，是邪路，也是一条死路。来看到日本官方连自己人这一回也都不挺了，官方的包括了他的这个官房长出面降温，他说日本政府我们还是会持续坚守的啦，非核三原则。其他的官员也说了，日本前防卫大臣也批评了，你不应该要轻率的发言吧。不过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包括了前首相石破茂也罕见的喊话，拥有核武对日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的官邸高层还是抛出了永和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为什么在这时候说这样的话，是来测试水温吗？委员怎么看？如果真的要永和，日本在技术上要多久才有可能发生？6个月，这么快速？是的，我解释给大家听哈。当年2015年吧，那个这个福岛核电厂发生灾变的时候，我特别的申请用台湾电力公司顾问的名义，跟着台电的工程师一起进入灾区的核心爆炸地点，去了解。那同时我要求到传言中的6所核能循环基地去参观，他们可能以为这个我是一个念经济学的专家，所以对我讲得很详细。他想那我听不懂，也没有想到我是念机械工程底子，能够不念核能吗？所以我就问得很清楚。就他们那些专业技术人员也没有政治警觉性，讲得很清楚。所以为什么斩钉截铁6个就做出来核能武器，而且可以做5000颗以上？为什么？因为德国做不到，韩国做不到，台湾做不到，但是他做得到，因为他过去几十年里面来，所有的核能的这些电厂那么多，产生的燃料棒那么多，这个燃料棒它用所谓再循环，因为那个燃料棒燃烧只有表面上那1-2公分用得到，里面用不到，所以它可以从这个刮下来的核燃料里面去提炼钚，那刚开始他自己没有技术提炼，美国就是那你跟法国合作，他送到法国、英国去提炼送回来，那个叫做混合燃料，那属于钚铀的混合燃料就已经出现了，那可以叫做 MOX， 可以在这用一次。可是问题在中间产生了钚呢，它现在已经累积几十年来有50吨，有50吨的钚。那这50吨的钚做个5000颗核子弹是很正常的，很正常，一颗大概可以有10万吨的当量的这种级数的核弹。那我们要面对问题说，那它不是管制很严吗？是的，德国做不到，因为德国没有核能发电厂，所以德国拿不到核燃料。那再来台湾呢是严格禁止，结果韩国呢既没有核能力循环，也没有核燃料加上美国压着。那你说日本为什么美国没压着？日本是对美国没有压着，因为美国对日本是高度容许，像台湾绝对不准，像韩国是也不准，像德国也是不准，就对日本允许它有核循环的能力，也就是它会保有核武器的材料，这个能够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技术上就是6个月6个月就做了出来了。那现在剩下法律问题跟政治问题。
先讲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日本国内有反核的力量啊，然后这个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也都反核力量。但是以日本这个右派势力成长的速度，我斩钉截铁，这些政治力量很快会被消除。再来法律上，等政治的问题解决了，法律上就不是问题了，因为美国也把日本当作叫做我们术语上叫 threshold state， 就是说 threshold nuclear state， 就是一种门槛上面的核武器的国家，他用这个模糊化来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很生气，俄罗斯很生气，但是你又能够奈他如何？你真的拿了没办法，经济制裁派不上太大用场。然后他现在唯一的是他国内要摆平，美国要能够逐渐放松。可是以美国军力后退无力推前，日本是最好的恰当的。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台湾或者很少人注意到一个政治学理论哈，叫做国家生成理论。他早年研究美国殖民地或者研究非洲国家，有人去研究这个国家生成理论。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是啊，我们中国人觉得啊，我4000年前就是国家啦，我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生成理论，只有国家生成以后领土扩大或缩小的问题，并没有国家生成的问题。那很多国家是有国家生成的，像美国殖民地变成国家。这种国家生成理论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生成之后，如果它主权受损，它会想办法用最大的力量主动去把这个弥补上来。日本就是这个现象。他不断的要想，我军事要再军事化，我要核武。为什么不能核武？那个北韩、这个印度，还有那个巴基斯坦都会非法拥有核武，为什么不行？何况我实力要比他更强，技术要比他们更先进。所以这种国家生成理论，在当这个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力逐渐的衰退，而且逐渐有需要的时候，这个空间就出现了。所以他不断的去填补他主权所缺的这一块。而这个长期趋势没有办法挡。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现在确实是有能力很快可以造出核武，但现在眼前的问题，如委员所说的，就是剩下政治。那政治上确实现在右翼持续的抬头，包括小泉进次郎，他最新还是直接说了高市言论我们是没有必要撤回的。另外，他还更硬的说了，同步在国会的部分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拿乌克兰当例子，未来对外军援军售铺路我们会持续的做加强。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拥有核武接下来会对于东北亚产生多大的风险？国际社会怎么办？中国大陆吞得下去吗？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其实刚刚蔡正元老师先跟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国家生成理论，这是在日本内部的。可是外部的是什么？外部的问题其实是离岸平衡的问题，也就是离岸平衡，简单的来讲就是代理人，他其实就是美国的代理人。那这个问题呢，2017年的时候，他的陆上的幕僚长退休之后，到美国去做了一场论坛的研讨的时候，他就提出说，2017年他就已经讲说，美国要如果在第一岛链内发生战争的时候，要日本成为唯一的一个领头国家，然后美国退到第二岛链去。那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是如何慢慢形成的。我们看到啊，这是2017年的时候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群岛防御。那在这个群岛防御里面，我们还看得到美国的角色，也就是他如果第一岛链发生任何的战争的时候，除了日本自己之外，美国他要派遣航空母舰，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个战略轰炸机 B2， 它都要前往。可是当我们来看到2023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进行了改变。到2023年，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智库，它这一个智库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已经看不到美国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支援，也就是日本要独立撑住。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南诸岛的各种的无论是防空飞弹，或者是这个反舰飞弹，甚至电子攻击或者是电子防御的设备，为什么进驻这里？真正的原因在此。可是我们看到日本是如何的慢慢强大的。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有关于鸟海号，它在今年的9月26号，它已经前往美国要加装战斧巡弋飞弹，仅此而已吗？不是。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也就是当我们看到说这个是标准3型的飞弹，
可是标准3型的飞弹，我们要注意到这下面有日本的国旗，意思是什么？这个是有日本的技术在里面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张图，大家就会非常的有感觉了。这个也就是现在要部署在与那国的这一个03式改进型的防空飞弹，改进型是在大家右下角这边看到的。是不是跟标准6型非常的像？也就是他要把当初他在标准3型所得到的一些专利转用在他的03式上面。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现在比较强调的，也就是有关于它的这一个滑空型。那我们一般讲的，也就是乘波体的这个飞弹。但是这个飞弹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试射了。那它未来会不会部署在这一个有关于我们看到的大型的神盾舰？这个大型的神盾舰跟我们看到的金刚级不一样，它是超过1万吨的。那这一个真正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年啊，他们想要部署的陆基神盾。那陆基神盾当初他想部署在2个位置，一个也就是秋田，一个就是山口。他想部署这2个位置，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对于北韩，它可以进行全方位的一个防御。可是当当地人民的反对的时候，他现在变成要做陆上也就是神盾舰的部分啊。那当我们大家都认为，那这一个是日本的一个单方面的作为的时候，其实不是。美国一直想做的，也就是因为美国自己没钱了，所以他就透过这个集体威慑，呢，他联络了这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我们现在常常看到的东亚的国家，包含了韩国。其实他想要利用这种方式来遏制中国大陆，不过其实这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什么？因为除了核武器这个相互报复之外，其他的各形式的飞弹，其实中国都遥遥领先。好，确实，所以从整体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在第一岛链亚太地区这边在后撤，那希望前面这些第一岛链的国家可以自己来军事加强来对抗中国大陆。那确实，在日本方面，我们看到除了在军事化扩大它的军事布局之外，还有可能发展核武。那针对核武这个问题，到底目前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最新我们来看到，国务院只说日本是核不扩散全球领导者，其实他没有说太多话。另外，国务卿卢比欧直接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没有多做什么回应，他只是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美国希望跟北京进行成熟务实的合作。所以，到底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是默默允许日本去做吗？那接下来中国大陆面对这样的威胁，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杨老师又怎么看？美国目前不能够讲太多话了。那当然，一个长期吃素的人，他突然今天吃荤了，那旁边的人还说你还是吃素比较好哈。那并不代表就是他将来不会吃荤呢。18号晚上，在官邸来自于防卫省的高官，在众家媒体的面前就说：“哎，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意见。”他说日本应该要拥有核武，以目前面临到朝鲜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挑战，但他认为在国际的反核以及核不扩散的条约的限制之下，高市政府大概短期之内很难做突破。第二天19号早上，所有的报纸就疯了，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共同社通通就报道了。这个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日本的官员、官僚出身的官员，而且在官邸工作，他其实讲的话，而且是跟众家媒体一起讲，一定是代表一个讯息出来。结果第19号早上，官房长官自己讲话，媒体就问他说：“哎，这个官员而且是有名有姓的哦，哎，你怎么处理？”官房长官说：“那是他个人意见，要把他辞职，他不回答；要把他收回这个意见，他也不回答。就等于是确认了。那一天19号的下午，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前往美国，在美国的海军基地，在横须贺的海军基地的美国的核动力潜舰去参观。各位，日本现在在做这个战略，就是发展的突破哈，它可能大概3种想法。
第一个就是真的自己拥核，就像刚才蔡委员所讲的，没有错，它有至少47万吨到50万吨的钚。那日本的所有的核电厂每年所需要用到的这个钚元素啊，大概只要3万吨。那多出来的做什么呢？这个中国大陆已经在国际原子能总署提醒国际上注意这个问题。但是要它发展真正的核武哈，时间点是什么？平时一定做不到，你6个月也不可能，平时一定做不到。和平时期就是台湾有事的时候。所以你现在回来发现到高市讲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派兵都是假议题，他就等于是预备台湾有事，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要决定要不要自己制造核武器。但你要知道，核武器核弹头你还有载具，那个要1000到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飞弹，日本现在还没有，但他有这个技术，绝对有。他第二层要做的是，如果不是自己有，那就是让美国放在日本中程弹道飞弹跟核弹头，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把日本变成古巴了。第三个就是他现在想要做的，小泉进次郎想要去做的，就是至少我们要把非核三原则当中的不引进给修改一下，那个要改2015年的安保3法，因为他把它法律化了，也就是拥有核潜舰。那拥有核潜舰并不是核武器啊，核子动力的武器，它没有核子核主的这个效用。可是呢，那是第一步，那也许就是第一步，进一步去扩散哦，然后呢，拥有美国移植来的就是核武器，部署的核武器，或者是自己将来发展，这都很难讲。不过这整个过程哈，日本会面临一个天翻地覆的内部的选择，以及国际上还有邻国，从朝鲜、俄罗斯到中国大陆，天翻地覆对它的制裁跟指责。大多数支持和平主义的日本人会支持这个方向吗？右翼冲撞还是有它的局限的。福建舰这一回不回上海，直奔青岛。尤其今天要关心到的是大陆的双航母一起现身了。北京现在我们也来看到它接下来的这个备战节奏，难道是要亮牌了吗？下一步会不会就是突破第一岛链，并且直指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在上周大家还记得吗？这个福建舰成军之后，穿越了台湾海峡，当时国防部长顾立雄他研判说，福建舰它是要回上海的这个造船厂去进行缺失的改正。结果呢，没有想到最新的卫星照片直接显示不是啊，福建舰并没有回上海。我们看到它的方向哦，当时它是直接的和辽宁号就出现在青岛的军港，并且卫星照片这边显示他们是一起做同框的。好。另外一部分就在这个时机点上，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大连海事部门的最新的他的一个说法。他说呢，这个发布的航行警告啊，包括在渤海跟黄海北部部分地区呢，现在要进行，就是在这边画了一个军事的禁区。军事专家怎么分析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位是李亚强，他说福建舰和辽宁号有可能进行的是双航母编队的演练，除了在黄海之外，现在看到的黄海，他认为如果说两舰现在最有可能的动作，会不会就是一起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地区？他说，如果真的发生，也不令人意外。所以呢，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这个双航母共同穿越第一岛链，它的几率有多高？会成为下一波北京对日本施压的主力手段吗？委员怎么解读？对，在讲这个之前哦，其实大家刚才从思明讲的这些新闻背景当中，就不难发现，这个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啊，它永远都是这种鸵鸟心态哦。就如果今天是一艘加拿大的船哦，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他绝对不是这样讲的哦，他就觉得哦，加拿大展现了这个台湾海峡可以自由航行的决心哦，这个表示西方社会关注台海的状况。如果过了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他也绝对不会这样讲，他一定敲锣打鼓的说，你看，这代表美国捍卫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过一艘中国大陆的福建舰，就说人家去改正缺失了，就搞了个半天。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要急急忙忙的回去修船了，所以经过了我们的台湾海峡。这民进党就是这种250的这种阿 Q 精神哦，就好像以为这样讲完了之后，台湾就很安全了。国防部长讲的对，乱讲话，而且还是国防部长讲的哦。所以你回过头来讲，你说今天当这2艘航空母舰同时出现在青岛，准备这个极有可能要往黄海甚至突破这个第一岛链。
当然就是代表的是中国大陆仍然准备对日本做极限施压嘛。其实到现在啊，你如果看高市的谈话，他就是死鸭子嘴硬，他已经想尽各种办法，用各式各样周边其他的语言去表示说他要深切反省哦，这个立场没有改变。可是中国大陆就是没有买单哦，不但没有买单，最近还再一次的要求说日本要撤回。所以代表说这件事情恐怕不是说大家糊弄几句哦，然后混一混就可以混过去了。那么因此你想想看，中国大陆所有能做的都做了哦。那么当然他现在就要丢下更多的工具箱里的工具了嘛。我们刚才在讲说好没有观光客，好日本要挺，这要挺恐怕他这个半年1年内他就会这个观光业就受到重伤了。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他可能希望更早去解决这个争议啊。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极限施压，就是军事的极限施压，对不对？我的这个军舰在钓鱼台海域出现，你可能没当一回事，当作没看见，或者是抱怨几句。现在我2艘航母如果突破第一岛链，就经过你旁边，就这样大拉拉的过去，那你究竟是该怎么办呢？你是要反应还是不反应？对你小泽这个近次郎，你究竟是要针对这样的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如果你日本不反应，那么就显然你日本对于你周边的主权的掌握力道不足嘛。可是日本如果你反应了，你又没有种打。真的要打起来，真的要有任何规模的冲突，中国大陆都不会怕的啦。讲白了，中国大陆的人民想打日本已经想了很久了，就是看日本不顺眼，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哦。就是你自己去把头伸到狮子的嘴巴里头去，你不自己找麻烦吗？所以我觉得套一句我们中国俗话说，叫做招人者贱，打死无怨啊。就是你没事就不要去招惹别人，你去招惹别人了，那你当然你就要负起应该有的代价跟后果。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如果这个高市还没有撤回，他还是要玩这种文字游戏，那么我相信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施压的这种极限施压的力道会持续的增加，增加到你日本不得不把那句话吞回去，因为显然，中国大陆做了这么多事情，美国都还没讲过话哦。美国唯一讲的就是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川普叫高市离台湾远一点，台湾的事你不要插手。所以美国并没有 back up 日本，没有美国的日本根本就是一只跳梁小丑而已。他原本之所以可以张牙舞爪，是因为他以为他可以把背后的老大哥拖下水。可是当老大哥站在旁边观看的时候，那你就看这个跳梁小丑怎么收尾吧。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双航母就是出现在这边，对日本做一个极限的施压。那我们也看到说2艘嘛双航母，一个是福建号，一个是它的辽宁号，最资深，一个是最新，他们可能会在这边演练什么样子的科目？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个辽宁舰接下来可能会传承它什么样的作战经验，又给这个福建舰，干哥怎么看？好，这2艘船其实在基本的构型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2艘船在黄海进行双舰编队，也有可能突破第一岛链，这件事情的意义比较大。你要知道，我举偷袭珍珠港为例，也就是在1940年左右，珍珠港事件是1941年12月27号发生的。那在这之前，你知道日本机动部队的航舰、这个飞行员着舰的训练以及投弹训练，整整进行了1年半。在哪里？在象模湾，东京湾的外海，在象模湾。那现在像福建舰跟辽宁舰，他们要做的也是一样的工作。为什么？我准备应付你的攻击，或者是我准备应付我必须攻击你。也就是说，这些事态没有转圜余地的时候，你们的航空母舰编队要能够马上能够反应得过来。当时日本的4艘第一线航空母舰，赤城、加贺、苍龙、飞龙，这4艘航空母舰都是全日本的精英，所以现在中国的航空母舰上面也都是精英。他们最可能会进行的转换演练是什么？是辽宁舰上的这些官兵，当然是比较有经验的，他服役已经接近10年了。那福建舰是一艘新船，它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赋予战备任务哦，它还没有正式的赋予它的作战训练跟计划。那所以说，他们双舰的联合演习是必要的。为什么？就是在准备万一要打一场像珍珠港那样的仗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而不是各自为政。因为日本在以前的作战就是各自为政，这是在战争的经验累积下来所发现的。那现在在数位时代的话，当然绝对不能各自为政，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曾经说过了，
以电磁弹射，这是最新的全球技术为主的福建舰的起降技术，你到了辽宁舰就要改回传统的滑跳起降。这2艘航空母舰上面的航空队一定彼此要熟悉，也就是说，本来我是辽宁号上，它是传统起降，可是现在我到了福建舰上，我要用高速的电磁弹射弹出去，那完全是2回事。你们2支航空队能不能互相替补，能不能互相交换？你不要到时候真的打起来了，那艘船你落不下去，那艘航空母舰你落不下，为什么？因为没有交，所以这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除了辽宁舰是传统母舰之外，还有一艘山东舰也是滑跳起飞的，所以福建舰有带领他们，也有向老的这些海军航空那个飞行员那个求教取经的那个经验。这件事情我坦白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只看到他们在海上，你不知道那个训练有多绵密，有多繁杂，而且我敢讲，大陆海军的训练绝对会比当年日本海军或美国海军在2次大战的时候还要来得频繁。所以说句实在话，这个绝对不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去的那么的轻松，那么的好像简单，它非常复杂，而且它的训练是日以继夜。如果连晚上的训练都成功的话，代表这艘船已经可以担起战备了。为什么？夜间起降最危险，夜间起降成功的话，这艘船就直接进入战备。好，一方面我们从大陆这个航母的军事动作上面来看一下他们这个备战的一个状况。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中国大陆自己内部就人事的变化，似乎也在进行一个备战吗？等一下会请苑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读，因为这是最新的人事变动啊。2位包括了是在东部战区的司令员跟中部战区的司令员呢，最新他们在12月22号大陆的这一场中共中央军委上面举行了这个叫做晋升军衔的仪式。那习近平亲自受接，他们就2位都晋升为上将了。那大家在观察说，这2位之所以晋升为上将，这当中可以特别观察比较特殊的3点，包括第一点，就是因为这是在习近平打贪腐之后首次的晋升仪式。那这2位他们的背景也比较特殊，过去都是空军，那过往的经历也都没有任何明显的派系背景。其中1位还是今年93阅兵的总指挥。那为什么选这2位呢？是代表空军他想要习近平想要强调空军联合作战未来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吗？那是不是也代表打贪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现在在为备战做准备吗？苑老师就这些问题怎么解读？我必须要强调哈，这个前一阵子的话呢，上将9个，然后被调查的大概就是3个，合起来一共45个，就是从少将、中将到上将。啊，这个力道的话呢，就是以打贪反腐的名义啊，不可谓之不大，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是集中在火箭军里头，所以从这里面的话呢，他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说是这个习近平主席他讲的非常对啊，就是你要当官你就不要贪啊，你要贪你就不要当官啊，这个做得非常，它里面象征就是他的权力大权在握啊，就是不单单是枪杆出政权，党指挥枪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很多人话在解读讲啊，这个军队抓贪污什么的，会不会影响军心？不会的啊，绝对不会。那第2件事情的话呢，就这个就是很少有这个军队里面升到上将，就是可贵中的可贵啊。那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前面3个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张幼霞开始啦，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参加这个典礼，就这个后面2个穿的空军的制服啊。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部战区跟东部战区，你想也知道，你大家看一下东部战区啊，那南部战区是针对南海部分，那东部战区针对台海跟东海这个情况，这个地方比较紧张。那你这个整个这个司令员的话，在空军上来讲，现在就会一起升起来，确实是代表他们非常具有这个地位啊。这个名正言顺的话呢，所以说就是一个叫做韩胜言，是这个93阅兵的一个总指挥官。那另外杨志斌的话呢，这个他是东部战区。对，杨志斌的话河南人的哈，那个韩胜言是这个河北人。那他们这里面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地位的话呢弥补提高，就这个战区的司令员。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因为空军现在的任务非常吃重啊，这个不是只有台湾岛上环台啊，联合利剑日本也搞了。现在日本的话呢，大陆我跟你讲哈，这我们
国防部顾立雄只敢讲这个别的哈，他不敢讲啊。你知道今天就是现在搞不好都有大陆的飞机绕过来，空军的环台的力量影响非常大。对，那这日本心里有数了，日本有数，那这个飞行员感受到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目前为止只有空军能够真正出现一些威慑的效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东部战区跟中部战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是吃重的位置。那他们这次的话提升为上将，基本上的话呢，我感觉到就是好像要准备做点事情的味道了。中日的争议要来关心到的是，日本现在确定它的9兆的军费了。那么这个9兆军费这么高，史上最高的金额，到底是对准谁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飞弹、无人机也是齐发的这些武器。下能够挡住来自于中国超高音速的杀器吗？今天另外也会关心有关于琉球复国是否引信全国的怒火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做关心。好，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高市早苗今年这个11月初的时候，不是抛出了一个台湾有事论吗？确实一直导致这个中日关系持续的不断的升高。美国总统到现在川普啊都没有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做太多的表态，所以呢，高市这个时候自己开始想办法了，是不是坐立难安了呢？所以高市他已经表态，希望呢赶快去会见川普总统。最新确实呢，日本政府是内部已经开始做调整了，说明年最快春天就会开始展开高市早苗的访美行程了。另外呢，在对美国示好的同时，是不是高市早苗这时候对中国大陆的态度上也开始稍稍有一些软化的迹象呢？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在最新的一场记者会上面，高市早苗是这样说的：中国大陆是重要的邻国，但是呢，确实现在中日之间存在安全的疑虑，因此他接下来会从各个层面来向中方说明。看似在这个政治上面好像稍微降温了，但是今天观众朋友，我们要带您看到2项可以从这个军事上面看到，是否日本还是刻意要升温对于中日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日本军方最新这个是小泉进次郎，他突然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丢出了一张照片。那这一张照片其实就是一个手套，导播我们可以 cue 一下这个手套。这个手套呢，其实是这个前 F-15的战斗机的这个他的飞行员，那么他同时也是现任统合幕僚长的手套，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写4个字，上面写的是冷静跟严格。那小泉进次郎是这样子讲这个手套的，他认为说这个他表现得非常好，当时面对中国大陆的军机，对日本的 F-15进行了连续30分钟的雷达锁定，可以在如此沉着的一个气氛之下完成了这一场重要任务，被视为是否对中国大陆挑衅呢？另外一头，日本的军费上面确实刚刚提到第2点也在持续的升温，加剧了中日之间的一个对立。赶快来看到现在呢，说年度2026年的军费预算，是史上最高，高达了9兆日元。钱花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到他买了些什么东西，包括了长程的飞弹，还有这个无人机，然后包括新编宇宙作战集团。航空自卫队也升级为叫做航空宇宙自卫队，并且呢会来强化西南战区，评估接下来还会采购的是极音速飞弹，这个是达到速度超过5倍，是难以做拦截的。小泉进次郎也针对中国大陆的军费做了一个批评哦，他认为说中国大陆你20年来军费成长大约是7倍，远超过日本呐。尤其他特别提到这3年里的军费成长更是远远的超过日本。他说如果日本这个时候不强化自己的实力，会让外界误以为说你们中国大陆要进攻日本是很容易得手的事情。针对于小泉进次郎的这番言论，中国大陆则是怒批日本没有资格在这边说3道4。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了有关于军费创下新高，来到9兆，长程飞弹无人机对准谁？那美日是准备好要对付大陆的超高音速导弹了吗？中国的雷达照射30分钟，日本这时候高调秀出了这个手套，被批是有军国魂的手套，这样会不会把日本给推上火线？张将军就这些议题怎么解读？我认为是日本的政客的操弄，因为日本它有少数的极端主义分子，还有军国主义分子，他会在这个地方做话题，而且经过他们操弄之后，我认为日本是信心超过能力，就是自我膨胀了。他其实没那个料，没那个实力。他现在就算是他有这个军费是9兆，
9兆的话，大概折合美金大概就是600亿美元，600亿美元。那其实这样是不够的，他真的要如他所说的要跟中国大陆等量齐观的话，最起码他要增加军费到他的 GDP 的2.5%，你才可以到达这个标准。2.5%是多少呢？大概是22.5兆日元。22.5兆日元换算成美金好，因为大家对日元可能有一点点模糊，你换算成美金大概是1530亿美元，你大概要这样子，你才日本的这个军力哦，它才能维持到这个水准。那目前你就600亿耶，你差1530亿美金，还有一段非常明显的距离哦。我认为它要到GDP 2.5才能说这个话。第二个，我们来看日本的自卫队招募目前困难。他的编制24万多人，但是他其实现在只有22万，还缺2万多，这个还不是问题，这个问题还不严重。最严重的是自卫队老化，他平均年纪38岁多，都老了，都老人老兵都老了没有体力没有战力，会有这个状况。那你是不是要年轻化？你如果是真的要军国主义，你在这个军人的素质还年龄是不是要做提升？你年纪要年轻化，不然怎么打仗？你的体力就是战力啊，你没有体力耶，年纪大了，毕竟不如小伙子。是不是？所以我认为这个自卫队的它里面的这些数值，还有它的这个有生的战力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我认为日本要跟中国大陆来等量齐观，他们要和，因为他到现在三不嘛，不发展、不引进、不生产，这很清楚嘛，对不对？他是其他周边国家全部都，他周边的国家都有核，俄罗斯有核武。朝鲜半岛的北韩有核武，中国大陆有核武，他没核武。那他的气就比他短了一截。所以他这个样子，你说他怎么样跟这些人等量齐观？我认为有问题啊。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呢，就是他缺战略武器，他有没有战略轰炸机？没有。他有没有长程导弹？没有，只有中短程。他有没有核动力的攻击潜舰？没有。他四周环海，所以日本这样来看，我认为他先天的条件不够。而且日本是岛国，4大岛，岛国最怕的是被攻击，因为岛国没有纵深呐，四周环海啊，没有纵深呐，那他要以攻代守，但他没有攻击性的武器，所以日本这各方方面面各方面的军事的条件呢是有限制的，他这个方面的我认为不成熟。他如果真的想要这个分庭抗礼，他这个整个的军事结构，我认为要大力调整。他在没有调整的状况之下，我认为只是被政客操弄，政客喜欢碰风，政客喜欢吹牛，政客喜欢信心超乎能力，他才能够骗人家选票啊。我认为他是走向一种政治化的现象。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汉庭怎么看这个日本的军费？确实，这个9兆日元史上新高，那可能来对付来自于包括了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吗？另外就是有关于这个军魂手套被中国大陆痛批的，你又怎么看？会不会把日本推向火线？日本政府口口声声说建构所谓的反击能力，这在国际法和日本的和平宪法框架下，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啊！以反击之名行进攻之实。你看他购买的是长程导弹，研发极音速的武器，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围了。说白了，你买一把雨伞是防卫，现在你是要造一门大炮对准邻居的门窗，然后说这是为了防止邻居大声说话，造9兆日元，这怎么样都说不通了。第二个，它不论是在什么宇宙跟无人机的迷梦，日本想要把战争引向太空，想要搞什么无人机群的封锁啦，这个实际上那个都是面对中国大陆高超音速的技术已经成熟并进入实战的状态，日本呢想要弯道超车，技术上还差得太远。至于小泉进次郎晒出的那个写着手套，简直就是一个很拙劣的表演。为啥？中国大陆的军机在自家的门口，在合法的空域进行常态化的巡航，日本的飞机凑上来骚扰侦察，被大陆的雷达锁定，是很正常的事情嘛。而且呢，是锁定了30分钟，他才离开。这说明了大陆的飞机高度克制。理论上，日本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你被瞄准30分钟，人家没打你，对吧？那你这什么呢？你把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包装成自己沉着完成任务，还拿了一个旧手套，然后呢来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是在稳定军心，这就是给火药桶递火柴，把第一线的飞行员推向擦枪走火的深渊。所以这是一个很高度算计的悲情牌跟强心针。对内他告诉老百姓啊，你看大陆欺负我，所以我要花9兆。
那对军方呢他说你看，其实我们很镇静。但最关键是对外，他在向国际，尤其是川普在诉苦。你看我为了美日同盟在第一线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你不能抛弃我啊！所以日本现在其实患的是孤儿焦虑症。好，谢谢汉庭。我们看到9兆日元这个史上新高的军费，到底能不能真的实际到加强日本的整体的军事结构？这个都要持续的来做关注。目前看起来，我们还要来看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包括了现在在琉球群岛这边，则是掀起了一个全新的复国的这个潮流，正在内部不断的延伸当中。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浪潮已经持续好一阵子了，尤其在今年10月份开始，可以看到大陆他特别呢在联合国首次的说了，他说冲绳人应该要属于原住民族。主要为什么所谓的琉球人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很不满，觉得自己站在这个战场的第一线，就是因为日本长期把他们70%的驻日美军基地集中在这个只占日本面积只有0.6的这个琉球上，导致当地民众就痛批说，真的，一旦开战的话，我们就是被第一个战场上面牺牲的人了。包括了这一位，我们看到画面上这位是来自于日本的学者，他叫日本的龙谷大学的教授松岛泰彦，他也说，琉球也就是日本称的这个冲绳，并非日本固有的领土。其实琉球在1879年被武力并吞之后，国际的地位到现在都还没有定。所以呢，他也特别指说，琉球跟大陆的关系其实是比较长的，双方有长达500年以上的关系，是远远超过日本当时统治的146年的。所以他更是建议说，中国大陆你其实有责任去支持琉球来摆脱日美体制，走向复国。针对这样子的言论，杨老师怎么看？琉球的问题，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本来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呢，日本的江户政府就开始在拦止它。那有所谓的第一次琉球处分、第二次琉球处分，从日本的角度，到后来呢，1879年正式占领琉球36岛，而那个同时之后呢，就开始对钓鱼岛、钓鱼台列屿，进行就是并吞。那琉球，所以1879年，各位想想看，在大概1894年、95年的时候就发生甲午战争，所以这是一个延续性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动作。1879、1895，然后你看到918事件，然后2次大战对整个亚洲的侵略。那因此在战后的开罗宣言当中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失误。没有提到琉球的归属跟独立。当时是谈到了这个韩半岛，谈朝鲜半岛，谈到了台湾以及亚洲的一些情况。但是呢，琉球就已经变成当时关键是美国战后想要在琉球驻军。可是美国在最后的战争中的末期的时候，1945年应该是4月到6月的这段期间呢，打了一场叫做琉球战争。或者是叫冲绳战争，非常有名。在这个战争当中呢，日本方面军方大概死亡8万人，10万人；美国方面死亡8万人。日本在就琉球当地的居民起码超过10万到15万，这些数字都不确定。到现在，日本的部分的教科书当中仍然有这一段。也就是这么惨烈的情况之下，后来美国决定要对广岛、长崎丢原子弹。而当时琉球最后甚至有一些当地人被日本的军队迫害，要求要集体的自杀。这种说法其实一直在历史上存在的。所以战后一直到1972年，美国占领的琉球部署的军队才把整个琉球的行政权归还，叫冲绳归还。可是呢，你到现在为止，你看到整个这个琉球上面占有的美军呢，大概是70%的美军在日本的军队都在琉球。对，你如果把那个相关的那霸市那个地图拿出来看的话，它那个民间的区域居住的是分散的，都集中是大部分被美军的基地给占领。那中间过程当中，当然发生了很多跟当地人的冲突甚至一些这种就是军人对待女性的一些迫害的问题。所以琉球人一直觉得他其实是被侵略、被占领，然后呢
又成为战争的所在，然后呢被美军在不断的占领。那接下来中日关系如果紧张发生冲突战争，是不是？其实台湾有事，琉球有事啊，不是日本有事啊，是琉球有事啊，所以他们觉得又会一个战争。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就觉得说，这个时候应该把琉球的议题给公开讨论。不过我们也看到，日本方面也在动员呢，像这2天，冲绳县一个叫做丰见城市，丰田的丰，见到的见，那他的市议会就通过一个决议说，我们是属于日本的领土，我们是日本人，这样子的决议，就是表示说，其实这就有争议了，对不对？然后另外，现在冲绳市的知事，他叫玉城丹尼，他没有对现在的琉球运动以及琉球的地位的这个问题有过反对的意见，他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大家公开讨论。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的驻联合国的代表傅聪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到琉球议题的时候呢，就引起琉球当地的热烈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应该可以讨论的，对不对？因为你是一个长期的军国主义的延续，而且你对待琉球的这个做法、态度、地位，你把它视为几乎是2等公民，而且变成战争的场域，而且未来可能还会发生战争，以这边为主。所以我觉得琉球人自己本身应该要有所了解，而且应该要有所觉醒。主导着第一岛链的美国，现在呢联合了几个国家一起来建成所谓的这个飞弹的一个部署系统。那加入的国家，它拉的国家除了日本之外，还有菲律宾。第一岛链现在全面上膛，成为了一个飞弹网。挡得住中俄的超高音速武器吗？另外，北京现在则是要反击，目标直指的就是关岛以东。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做一次全面的关注。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关注到是美军现在在亚太地区这边逐渐的后撤，但是它也持续的加强在第一岛链这边的部署，要这些国家自己自立自强，强化起来。所以现在有来自于台湾的这个国安局最新的报告指出，美国接下来会当做一个主导者，联合几个国家，包括了日本、台湾跟菲律宾，建构第一岛链的飞弹网。好，在这第一岛链的飞弹网上面有什么样飞弹的部署呢？今天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军在这边的部署，接着我们会看到日本跟菲律宾在这边又各自有什么样的部署计划。美军在这边除了放它的提风中程飞弹之外，还有它的反舰飞弹系统。它的提风是放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紫色圈圈的地方，那么它的这个反舰飞弹系统呢，则是放在蓝色圈圈圈起来的地方，包括了这个宫古岛、冲绳跟石垣岛、菲国的巴丹岛等等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到日本同样在第一岛链这边也有新的规划，放的是900公里这个射程的岛屿防卫滑翔弹，是在红色圈圈圈起来的地方，就是日本部署的。接下来在菲律宾这边也有所规划，做的就是布拉莫斯的反舰飞弹，绿色的这个圈圈圈起来，等于说第一岛链整个已经成型了它的飞弹网。好，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我们来看看学者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飞弹网第一岛链的事情呢？首先，林颖佑教授他是这样说的：这已经不是传统的围堵了，是离岸制衡2.0，也是以陆制海的一个新型战略。也有研究员，这是国防院的研究员，他这样认为。他说，解放军的目标早就已经不是近海的防卫了，是达到一个远洋。真正的战略就是要把美军挤出第一岛链，因为他知道在这边第一岛链他们接下来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要整个压缩到关岛跟关岛以东部的地区。这时候美军呢，同样也在这个武器上面不断的升级。美军谈了非常久、吹了非常久的第一款极音速武器，终于正式的亮相了吗？这个是暗鹰飞弹，速度5马赫，射程高达了3500公里。但是呢，美军这边也特别说暗示了，如果部署在关岛的话，是可以直接打击到中国大陆的本土的，但有没有缺点？根据了解，它有2个缺点。第一个就是目前看起来它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跟中俄的极音速武器相比，它的这个暗鹰的弹头比较小，可以携带的炸药不到13.6公斤。第二件事情就是暗鹰到目前为止还是产能相当的不够的，每个月目前只能产1枚1发，未来它目标是1个月可以达到2发，但是还是远远的落后于大陆。所以就暗鹰这个
武器能不能成为它的改变战局的王牌？如果把它部署在关岛，能够撑起第一岛链防线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单一武器并没有办法改变战场的这种优劣势，因为它只是单一武器只能做点缀式，尤其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那这个暗一呢？我认为它有3大短板。第一个，它的炸药当量小，你这个30磅啊，大概只有我们讲的14公斤，你这个弹头太薄弱了，你对重要的军事堡垒、军事要塞，你可能达到的摧毁的效果是有限。就算是这个拦截不到，你已经到达5倍音速了，可能并没有办法拦截到这个我们讲的暗音。但是问题是，它就算是命中目标所造成的破坏的效果，毕竟是有限。我认为这是它的短板。这个炸药当量太小，你只能做小规模的袭扰，并没有办法做真正对要塞堡垒的摧毁。我认为这是个关键，在打仗的时候你要摧毁，而不是袭扰而已。是。第二个是数量太小，产能太弱。你产能一弱啊，我认为啊，这个真的是要开战正面冲突的话，暗音啊，但一天就要用500发。你现在我们讲的1个月1发，你1年12发，你要生产多少年啊？这是大量的消耗，因为大量的火力在打仗的时候是大量的使用，是这个样。那你变成产能太弱，那这个是决定性的火力吗？如果是的话，那你的产能太弱，把你给拘束住了，没有办法发挥重大的战术效果，没有战术效果，那你会有战略成果吗？更不可能有战略成果。我认为第2大短板，第3大短板，我认为是关岛的战力保存的问题。关岛是550平方公里，但是它的1/4是军事地利，1/4，但是还是小了。你这个地方很容易被人家抓到，你被人家部署的时候，被人家抓到的时候，你攻击人家，人家也攻击你啊。那你怎么办？你也被摧毁。为什么？你腹地小，就是只能部署在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在现在的勤监侦的装备，包含从这个空中还有太空看得一清二楚。你怎么样要不会被人家抓到？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我这样来看的话，它这个暗音出来，并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对战场的这种重大的转变，因为你虽然可以说我的射程是3000公里，可以达到大陆的东岸的沿海，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它3个短板没有办法克服，所能够发挥的这个战略价值跟战术的价值是有限的。好，现在听起来这个美国的暗音听起来会是变成一个笑话，因为每个月现在看起来只能生产1发，真的是远远的太慢了，远远不足中国大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来特别看到刚刚画出的这一条线嘛，就是整个第一岛链建起的这个飞弹网，到底能不能真的有效的封锁住来自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它的极音速武器，还是可能变成一个牺牲品？这个第一岛链由美国主导的，其他国家会跟进一起来。汉庭怎么看？飞弹排成行。是自寻坟场，美国退2线，走狗挡前方。暗音虽亮相，产能却荒唐。岛链变断链，谁在做陪葬？到底这所谓第一岛链还挡不挡得住？我们就看美国自己最爱搞的兵棋推演。首先呢，著名的兰德公司它的美中军力计分卡当中，早就承认在第一岛链的对抗，美军已经失去了绝对的优势。美国海军学院的分析更加的直白，大概就在2个月前，他认为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能力已经像铁桶一般罩住了第一岛链。所以现在不是美军能不能围堵中国的问题，而是美军的航母和基地在开战后还能不能活过24小时的问题。现在来谈到离岸制衡，这个说好听点叫做分点式部署，说难听呢就是化整为零，准备逃命啊。美军把重型武器摆在了第2、第3岛链，只留下轻装部队在第1岛链搞骚扰，甚至还不断的往后撤。这就是把日本、菲律宾、台湾当成了战略缓冲的肉盾了。那刚才谈到的暗音，将军说的太对了，简直是军工业的笑话。第一，它是绣花针般的威力，对吧？这个暗音的弹头携带炸药不过才14公斤，什么概念呢？就一枚普通的155毫米炮弹炸药都比它多。所以你花了数千万美元的一枚导弹，飞了3000公里，最后呢，精准的炸掉了邻居家的鸡窝。这种贫血的打击力真的是雷声大雨点小。那再来啊，他可能是要发挥工匠精神嘛，1个月才能产1发。刚才看到都笑了，
所以在现代高强度的战争当中，它大概半个小时就打完了，你1年才12发，到底要生产几年呢？所以它顶多叫做昂贵的艺术品啊。至于美国把提风系统搬到了菲律宾，把反舰导弹塞给台湾和日本，美其名呢叫加强防御，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是转嫁风险。谁成为了第一线？当这些导弹架起来的时候，日本的九州、菲律宾的吕宋就变成了雷达屏幕上最亮的红点。所以美国智库 CSIS 推演显示，一旦冲突爆发，第一岛链上面的盟友基地会遭受到最猛烈的饱和攻击。美国人呢，死道友不死贫道，让盟友在前面挡子弹，自己在后方观摩学习。所以现在呢，不是美国在围堵中国，是美国在把他的盟友做成防护垫。中国大陆的雷达照射你30分钟，就能在3分钟让你飞弹网灰飞烟灭。好，确实，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岛链刚刚特别提到嘛，美国的盟友，那现在最新哦，美国又宣布了，其中之一的盟友就是台湾，他要给台湾军售是111亿美元的一个军售，这是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他卖些什么东西，包括了8大装备，这当中含到包括了这个海马式，还有自走炮啊，跟这个托2B 与标枪、反装甲飞弹等等，可以做远程打击等等的。那国防部对于美方的决定已经说了，表达诚挚的感谢。这个美国所谓的耶诞大礼包是安全保障吗？还是把台湾绑进美军的第一岛链里面去？会不会变成一个炮灰？杨老师怎么看？美国这次宣布的军售111亿美元，3500亿台币，大概里面有一些项目，其实之前赖清德宣布1.25兆的军购项目里面。所以就表示说，他之前提这个项目的时候，赖清德这边那有跟美国咨询过。可是呢，美国为什么就先把它公布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说我们要买啊，因为还没有通过我们的立法院呢，也还没有付钱呢。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欠我们6725亿台币的这个装备，包含66架 F-16V 的战机啊。那什么时候交货？遥遥无期。本来应该说这个月12月要做试飞的，那没有听到任何的这种行动。那现在又加个3500亿，加起来破兆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到后来积欠没有给台湾的军火破兆台币。那为什么急的现在要去做这个宣布？我刚刚讲第一个理由，可能是在帮赖清德在做支撑，因为他即将可能会面对这个问题，要去国会、立法院寻求支持。第二个呢，他当然很显然明年要去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见4次面，那最快的时间点可能就是4月份他会到北京去，所以在这个之前呢，他先把这个项目给宣布了。宣布之后呢，国会通过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大概都把他的行程跟武器宣布的时间点，都考量过了。但问题是，它这些是属于8个项目，像是自走炮、海马式火箭啊、反战车飞弹、标枪飞弹，以及一个比较新的是一个不知道多少数量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公司的老板在几个月前来过台湾，还把他的那个模型赠送给赖清德。所以这个比较是属于传统武器项目的，而不是非对称战争项目的。是那增加过去其实已经积欠台湾的这些项目，除了无人机之外，其实都在前面6700亿都有在积欠名单里面了。它继续在增加，那天晓得什么时候过来。那因此我是觉得这里面真的对台湾的防卫，他强调，如果说自走炮跟海马式多管火箭能够增加在跨区台湾的北中南跨区的相互资源能够有效的达成，我觉得这个不要再作文了，是如此吗？那同时这里面比较有用的是一个战术任务网络系统，这个可能是现在台湾目前在用的资料链网络系统的提升，而且可能是跟美军的这个连结，可是这个也是占了将近有318亿台币，所以这一套系统可见是蛮大规模的。因此，它能不能够及时到，能不能够有效的增加台湾的防御系统？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做防御是跟谁比？是跟大陆的解放军
大陆解放军的武器的对比如何呢？以及到底台海的维持和平是要3分军事7分政治，还是7分军事3分政治？现在看起来赖清德显然是9分9政治，9分9军事，那剩下的0.1大概是喊话。所以呢，问题是如果9分9的军事的话，你这些够不够？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是结果如何。美国这边基本上其实要台湾出钱，然后呢要你自己救你自己了，因为他的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已经说他是战略退缩了。对，他讲得很清楚，《纽约时报》的社论一系列的报道，其实美军来源根本没有办法抵抗解放军的对抗，光一个福特舰就可能在前往台海战争的过程当中被摧毁。的的确确他这么写，因此现在卖更多武器给你，然后呢让你自求多福吧。问题是9分9的军事能保台湾吗？你我都了解。